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在台北的西南边缘，隐藏着一条幽静的老街——三峡老街。这里的街道和建筑仿佛凝固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古老的石板路上印着岁月的痕迹，传统的木质房屋与青砖墙面互相交织，仿佛每一块砖、每一根木柱都承载着无数故事的碎片。然而，这些看似宁静的建筑背后，却隐藏着一个令人心生寒意的秘密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走在三峡老街的街头，空气湿润，微风带着淡淡的泥土味和老旧木材的气息，街边小摊的声音也渐渐沉寂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进入了某种深沉的静默。灯光昏黄，路灯下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像是无形的鬼魂在徘徊。密布的阴影使得人无法分辨白天与黑夜的界限，步伐轻盈，却不敢发出声响，仿佛走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此时，一个年轻的男子阿凯刚刚抵达三峡老街。他是个旅行摄影师，对台北的老街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刚下车时，他对这座老街的古朴与寂静感到好奇，决心用相机记录下这里的一切。不久，他便发现这座街区的气氛似乎与想象中的不同，周围的街道显得异常空旷，时不时传来几声狗吠，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感。阿凯提着相机走进了三峡老街的深处，此刻的街道除了偶尔飘来的一阵微风和散落的落叶外，几乎没有人声，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巷道中回响。空气中的湿气和阴沉的天色使得他的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。正当他准备拍下街角一座古老的庙宇时，突然一阵刺耳的风声吹过，路灯的光芒瞬间摇曳不定。他转身看到在不远处的巷口，隐约有一个白色的身影在飘动，那是一位穿着白衣的女子，站立在路灯的阴影下，背对着他。她的身体瘦弱，衣服随风轻轻摆动，仿佛没有重量般悬浮在空中。阿凯心中猛地一紧，他停下了脚步，微微眯起眼睛。那位女子没有转身，也没有任何动静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仿佛与这个寂静的夜晚融为一体。她的身影模糊而神秘，仿佛被雾气吞噬。阿凯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背后袭来，他迅速拿起相机，准备拍下这神秘的一幕。就在他按下快门的瞬间，女子突然转身，阿凯的心跳骤然加速，她的脸完全被阴影笼罩，无法辨清。她的眼神空洞，毫无生气，仿佛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。阿凯的手微微颤抖，镜头的焦距模糊了，他下意识地想要往后退，却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动弹。那一刻，周围的空气变得沉重，仿佛时间凝滞了。阿凯的脑海中充斥着一阵急促的呼吸声，几乎要让他窒息。女子的身影渐渐模糊，她的嘴唇微微动了动，但并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有一阵低沉、令人不安的声音从她的口中传来，像是从远方传来的回音，几乎让阿凯听不清楚。你不能走，她低声说道，声音冰冷而空洞，仿佛穿越了数百年的时光。阿凯的心跳加速，眼前的世界开始有些不真实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打算转身离开这个令人不安的地方。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身后传来了一声刺耳的低语，他不能离开。这一声低语如同幽灵的低语在耳边萦绕，阿凯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，头皮发麻，周围的空气变得更加凝重，心脏的跳动声在安静的巷道中显得格外响亮。他转过身，看向那位依旧站在远处的女子，然而她已经不见了。原本站立的地方空无一人，仿佛她从未出现过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凯心中一阵慌乱，他疾步走出小巷，回到热闹的街头。尽管周围的环境已经恢复了平静，但那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压迫感依旧在他心中挥之不去。他的相机仍旧握在手中，刚才拍下的那张照片依旧呈现在屏幕上。照片中的街道空无一人，唯一能看见的是在远处的阴影里，那道模糊的白色身影仿佛漂浮在空气中，无法触碰。阿凯的心脏依然在剧烈跳动，他的手指轻轻划过屏幕，照片里那名白衣女子的脸被阴影笼罩，
他试图看清他的面容，却始终没有办法捕捉到任何细节。那模糊的影像仿佛在讽刺他，似乎有某种无法解开的谜团正悄悄等着他去揭开。我不能就这样离开。阿凯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，他决定继续追寻下去，揭开这座古老街道背后隐藏的秘密。无论那道白影是幻觉，还是一种未解的冤魂，他必须找到真相。阿凯回到他的临时住宿处，手中仍握着那台相机。尽管周围的街区渐渐恢复了平静，但他的内心却依然翻江倒海。回忆起刚才的遭遇，他无法摆脱那种深深的压迫感。那位白衣女子的身影和她低沉的声音，仿佛紧紧纠缠着他，不愿放过。然而，他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，反而更加渴望知道背后隐藏的真相。于是，阿凯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调查这起白衣女子的传闻。他走访了三峡老街的居民，查阅了当地的历史资料，甚至找到了几位曾亲眼目睹过全市事件的老人。通过这些资料和采访，阿凯得知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。三峡老街曾发生过一宗离奇的命案，而这命案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的女子林月。林月是一个曾经生活在这片老街上的年轻女子，她的家境贫寒，却拥有一颗纯真的心。她深爱着一位本地商人，虽然两人并未正式订婚，但彼此早已相许终老。然而，这段感情却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背叛而走向了深渊。林月的恋人因某些原因，忽然选择了另一个女子，并且毫不留情地与林月断绝了联系。伤心欲绝的林月开始变得沉默寡言，整个人沉浸在无尽的痛苦和自责中。她对自己所遭受的背叛充满了无法排解的愤怒，但又无处诉说。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林月在家中的一间破旧小屋里吞下了大量的药物，她的死被当作自杀处理。街坊邻居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死因，但奇怪的是，在她的葬礼后，邻居们开始报告怪异的现象。有人说，在午夜时分，会在她家附近听到低沉的哭泣声，甚至在清晨的时候，有人看到她的身影穿梭在街头。渐渐的，林月的名字变成了三峡老街的禁忌，人们开始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她的冤魂未得安息。然而，这一切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命案的真正原因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有传闻称林月的死并非单纯的自杀，也有说法称她可能是在她的恋人选择背叛时被故意置于绝境，而她的尸体被发现后常常被形容为僵硬而没有腐烂。这一点更是让人怀疑她的死因和随后的神秘现象。阿凯继续在三峡老街的各个角落探索，他在老街的庙宇里翻阅了几本破旧的历史档案，终于发现了一些关于林月的详细记录。林月的死后，家人和恋人都未曾多加追问，直至她的幽灵开始出现在周围，才有人真正开始怀疑她的死因。有一位年迈的老人告诉阿凯，林月是被遗弃的孤魂，她的冤屈无人听见。曾有人在夜里经过那棵树时，听到过林月的哭泣声，甚至在树下看到她的身影。那棵老树据说是他自杀的地方，也成为了他的幽魂最频繁出现的地点。老人的话让阿凯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原来，三峡老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，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承载着太多未解的谜团和被遗忘的灵魂。阿凯的内心逐渐开始动摇，他不再单纯将这件事看作是一个普通的民间传闻，而是将它看作是一段深埋已久的悲剧，一段未曾完成的爱情，和一颗无法得到解脱的灵魂。在深入了解林月的背景后，阿凯明白了他内心的痛苦不仅仅是爱情的背叛，更是来自家族、社会以及那个时代对他的压迫。他的死亡不仅仅是个人悲剧，更是一个时代背景下的无奈。他的灵魂在无法得到释放时，成了这片土地的阴影，徘徊在每一处角落。阿凯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继续深入下去。每当他再次踏入三峡老街，内心的恐惧便会愈发加重，周围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得扭曲，他仿佛步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漩涡。所有的细节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引着他走向那个未知的终点。然而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与这段历史、这位幽灵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。
他的相机镜头不断捕捉到一些异常的影响，而自己也常常在街道上走得越来越深，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前行。他看到了那个穿白衣的身影，听到了那些幽暗的低语，而每当他试图回头时，所有的线索和谜团都在无形中指引他继续前进。阿凯不再敢单纯将这视为一场简单的鬼故事，他已开始明白，这座街道的阴霾不仅仅来自于他的过去，甚至与他本人也有着无法言喻的联系。这个故事也许早在他踏入这片土地的那一刻便已经注定，他无法逃避，无法抗拒。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，阿凯发现三峡老街似乎真的隐藏着某种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。他对林月的悲剧更加了解，越发觉得自己无法抽身。每次他回到这片街道时，内心的焦虑和恐惧便如影随形，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将他引向不可知的结局。即使在白天，三峡老街也常常弥漫着一股沉默的压抑气氛，而夜晚则更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阿凯在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决定再次去老街寻找线索。这一次他带着更加敏锐的直觉和准备。当天傍晚，街道空无一人，整个区域如同死寂般沉寂，几乎没有任何人迹，即便是最常见的热闹街头景象，今天也似乎完全消失了，仿佛连空气都变得更加凝滞，步伐轻盈却不敢出声。随着阿凯踏入那条被他称之为诅咒之巷的小巷时，一股强烈的寒气迎面扑来，他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脚步不自觉地放慢了，仿佛每走一步，街道的阴影便在他周围凝聚。他的心跳不由得加速，脑中回想着刚才老人讲述的那些关于林月冤屈的故事，空气愈发沉重，每一刻都仿佛预示着某种危险的来临。突然，阿凯停下了脚步，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子，依旧静静地站在小巷的尽头，背对着他，长发随风轻轻摆动，她的轮廓依旧模糊，但那熟悉的白衣，空洞的背影，让他一瞬间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强烈的寒意。正如那天他第一次遇到他时一样，这次他依旧没有转身，仿佛不再将他视作活人。你又来了。阿凯的心脏猛烈跳动，他试图开口，但声音却卡在喉咙里，无法发出。女子依旧没有回应，静静地站着，仿佛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无法逃脱的梦。风吹动着她的衣袍，几乎没有发出声音。阿凯感到一股无法形容的压迫感，他的腿变得沉重，几乎无法继续迈步。突然，女子缓缓转过身来，面容依旧被阴影遮蔽，但那双空洞的眼睛深深地凝视着他。阿凯不敢直视她的眼睛，内心充满了恐惧，仿佛那眼神里藏着深不见底的黑暗，能让他在瞬间迷失自我。你为什么要来？女子低声问道，声音沙哑而冰冷，仿佛穿越时空的回音。阿凯突然有种无法言喻的感觉，仿佛一切都不再真实。他的思维开始变得混乱，眼前的景象也愈发模糊，街道的轮廓仿佛也开始扭曲。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处在梦境中，还是已经被某种未知的力量吞噬。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阿凯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他还是努力挤出这句话。女子依旧没有动，目光凝视着他，仿佛在审视他的灵魂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低声说道，真相，你真的能承受得住吗？阿凯没有回答，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那段历史，林月的悲伤，他的绝望，和那股无法解脱的冤屈。他终于意识到，自己不是在追寻真相，而是在一步步接近这段未解的历史，接近一个幽灵的求救。他的内心充满了震撼，同时也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所吸引。就在这时，女子的身影突然消失在空气中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阿凯愣在那里，久久没有反应过来，他的手指微微发抖，心跳也逐渐平复。虽然他不再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但他的存在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，仿佛他的灵魂依然环绕在他的周围。阿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这一切，他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被卷入了这段无法逃脱的命运之中。那个穿白衣的女子是冤魂，还是他自己未曾意识到的未来？她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结束，而是暗示着这段历史永远无法被遗忘。阿凯站在那条空旷的小巷中，周围一片死寂，
只有风轻轻地吹动着树叶。他的眼前已经不再是那位白衣女子的身影，而是他自己内心的一片混沌。所有的谜团和线索交织在一起，指向一个他无法逃避的真相。他在这一刻意识到，自己已经深深卷入了这段冤屈的历史之中。林月的故事或许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，他的冤魂并不单纯的求得复仇，更多的是希望他的爱能被铭记，他的痛苦能被听见。阿凯的内心充满了自责和不安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揭开这个谜团，帮助这位迷失的灵魂得到安宁，回到他的住宿处。阿凯决定再次整理所有找到的资料，他翻开了记录林月生前的文件和旧照片，渐渐拼凑出他悲剧的全貌。林月并非单纯的受害者，他的家境复杂，他的爱情更是注定了无法得到圆满。他的爱人背叛了他，让他在痛苦与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林月曾在家中留下遗书，表达了对未能得到承诺的愤怒和遗憾，但他从未得到一个清晰的结局。阿凯突然想起，当地的老人曾说，林月的幽魂常常出现在他死去的那棵树下，似乎无论时间如何流逝，他依然无法从这段情感的牢笼中逃脱。他一直在寻求一个答案，他死去后是否被人铭记，他是否被人遗忘。阿凯决定再次回到那棵老树下，找寻更深的线索。或许只有面对那个见证了他生死的地方，他才能了解他未解的心结。带着对真相的渴望，他走入了三峡老街的深处，脑海中回想着林月的哭泣声和他那句低沉的你不能走。夜色如水，三峡老街的街灯昏黄，风吹过，带起一片片落叶。阿凯几乎能感觉到自己每走一步，空气中的压力就越发加重。今晚街道比平时更显寂静，或许是因为那个夜晚的风太过冰冷，甚至连狗的叫声也消失了。街头一片寂静，唯有阿凯自己的脚步声在空中回响。他终于来到了那棵老树下，树的枝干扭曲，如同一只张开巨掌的怪物，低垂的枝叶几乎遮蔽了整片天空。月光透过稀疏的枝叶洒在地面，投下斑驳的影子，仿佛给这片空间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阿凯站在树下，望着那片阴影，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仿佛脑海中也在回响着一声声低沉的呼唤。突然，他的眼前闪过一丝白色的身影，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面前。林月依旧穿着那袭白色的长裙，背对着他，静静地站在那里。他的身形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清晰，却又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孤独和悲伤。你终于来了。他的声音轻柔，如同风中的呢喃。他没有转身，但他的每一句话都如同从内心深处传来，刺入阿凯的心脏。阿凯深吸一口气，走向他，尽管心中充满了恐惧，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。我找到了真相，你并不孤单，你的痛苦已经被听见了。林月缓缓转身，眼中带着一丝奇异的平静，她的面容依旧模糊不清，仿佛被雾气覆盖着。但阿凯能感受到，眼前的这个女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幽灵，她的眼中不再是无尽的空洞，而是带着一丝解脱和宁静。真相真的能让我解脱吗？林月轻声问道，语气中有一种若有所思的悲伤。我相信你能得到解脱，阿凯低声说道，仿佛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林月的承诺，也是对自己内心的宽慰。林月看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温柔的光辉，他微微点头，仿佛得到了某种确认。然后他缓缓闭上了眼睛，仿佛在感受着什么。谢谢你，他低语道，声音温柔而平静。随着他的身影渐渐消散，周围的空气似乎开始变得轻盈，沉重的氛围慢慢消散。月光从云层中洒下，照亮了树下的空地，仿佛一切都恢复了原状。阿凯站在那里，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宁静与解脱。林月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安息，但阿凯依然感到内心一阵空洞。他不禁思考，自己到底是否只是一个旁观者，还是他已经不知不觉成为了这段故事的一部分。他原本只是想揭开一个都市传说，拍摄一个灵异故事，然而他却在这片老街中找到了一段无法逃避的情感纠葛。随着夜色渐深，阿凯走出了三峡老街，心中却不再有那股最初的恐惧。此时他意识到，
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它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，成为他无法忘却的记忆。阿凯站在三峡老街的尽头，回望着那片已然安静的街道，尽管夜幕早已降临，周围却依然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平静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暂时停顿，只剩下他自己和这一片幽静的土地。林月的冤屈已经得到解脱，他的灵魂已不再游荡在这片街道上，但阿凯的内心却未曾真正平静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自己与这座街道、这段历史之间早已建立了某种不解的联系。他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踏入这片街道时的心情，那时他对这座古老的街区充满了好奇，而现在他却无法摆脱那种深深的触动和遗憾。林月的悲剧和他的灵魂纠葛，不仅仅是这座街道的痛苦，它似乎已经悄然植入了他的内心。在过去的几天里，阿凯每走过一次这条街道，都会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波动。那些古老的房屋，苍老的树木，每一处角落似乎都藏着不可言喻的秘密。街头的寂静与阴影逐渐渗透进他的思维，而他自己已经开始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，而是这段未完历史的一部分。那天夜晚，阿凯独自走在空旷的街道上，身旁的老树依旧如同沉默的见证者，枝叶交错，仿佛默默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。阿凯渐渐放慢了脚步，停在了三峡老街的一处空地上。这时，他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气从背后袭来，仿佛那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压力再次笼罩在他周围。他下意识地转身，看向那棵老树。突然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子，依旧站在树下。月光从她的身后洒下，勾画出她轮廓模糊的身影。她并没有转身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远方。阿凯的心跳骤然加速，但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感到恐惧，相反，他开始感到一种深深的宁静和解脱。他轻声说道：“你终于可以放下了。”林月没有回应，只是微微低下头，像是感受到了阿凯的声音。几秒钟后，他缓缓转过身来，目光温柔且安详。他的面容依旧模糊不清，但那一瞬间，阿凯清晰地感受到，眼前的这个女子不再是那个带着怨气和痛苦的幽魂，而是一个已经得到解脱的灵魂。谢谢你。林月的声音如同风中的轻语，温柔且悲伤。你让我放下了。阿凯感到一阵温暖的气息环绕在自己周围，仿佛一切的沉重和压迫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他明白，林月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归宿，他不再徘徊在这片街道上，不再被过去的痛苦所困扰，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安宁。随着林月的身影渐渐消散，阿凯的内心也变得空灵而宁静，街道恢复了原本的平静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风声，伴随着他内心的轻松与释然。阿凯知道，这段悲剧已经画上了句号，而他也不再是一个旁观者，而是见证了这段冤屈灵魂最终获得解脱的见证人。随着林月的离去，三峡老街重新恢复了宁静。阿凯感到一种空前的轻松，他的肩膀似乎卸下了沉重的负担。但在这片宁静的背后，他知道自己与这座古老街区、与这段历史的联系早已深深烙印在心中。阿凯继续在三峡老街的巷子里漫步，但他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于出来时的好奇和探求。这个地方不再仅仅是一个拍摄对象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灵异故事，而是一个深深触动他内心的地方。他曾想以摄影记录下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，但现在他开始意识到，自己拍摄的每一张照片不仅仅是对外界的记录，更是对自己内心感受的深刻反思。他停在一处老房子的前面，透过窗户看到里面的陈设，那些旧时的家具、破旧的木椅、弯曲的铁栏杆，每一处细节都散发着岁月的气息。阿凯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将这份记录和这段经历永远珍藏在心中，而不仅仅是通过镜头。我会记得你，林月。阿凯轻声说道，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哀伤，却也有着释然。你不再孤单，你的故事会被世人知晓。随着阿凯离开三峡老街，夜幕渐渐落下，街头的灯光依旧昏黄。虽然这座城市的历史悠久，而其中的许多谜团依然无法解开，但阿凯知道，至少在这片土地上，某些灵魂已经得到了安宁。三峡老街的宁静依旧，
阿凯的内心却变得空灵，仿佛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。他从林月的灵魂中汲取到的教训，让他在这个繁忙的城市中更加清晰地意识到，自己追寻的并不仅仅是表面的真相，而是深藏在每个故事背后无法言喻的情感和遗憾。他知道这座城市，甚至这片老街，仍然有许多未解的故事等待着被发现。但这些故事不只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更是关于每一个人如何面对内心的恐惧、痛苦与遗憾。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，更多的是成为了这些故事的一部分。每一个回忆，每一个阴影，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记忆中，永远无法消散。阿凯没有再继续住在三峡老街，他选择离开这个充满神秘的地方，去寻找新的故事，去拍摄那些更广阔的世界。然而，在他心底，三峡老街的阴影始终伴随他，就像那些未解的悲剧，他们已经成为了他的生命一部分，无法抹去。在他最后一次回望三峡老街时，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。街头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小摊贩的叫卖声回响在空气中，曾经的空寂与压抑感似乎不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生活的气息。然而，在这个日常景象背后，阿凯明白，曾经发生的一切永远不会消失，他们融入了这片土地，成为了这个地方的灵魂。每一个故事的结局都会留下一个空白。阿凯自言自语，他看着远处的黄昏，心中充满了对这段经历的深深敬畏。阿凯的故事并未在离开三峡老街后结束，而是继续影响着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。他在各地旅行，记录着新的故事。然而他知道，三峡老街的故事将永远存在于他心中，成为他创作的根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阿凯开始意识到自己与林月灵魂的连接并非偶然。他曾认为自己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，只是追寻一些能被拍摄的世界。但现在他明白，他的任务远不止于此。他学会了宽恕，也学会了放下。对于林月的冤屈，他已不再感到沉重，而是找到了某种解脱。这一段经历让阿凯明白，所有的故事都与人心紧密相连，不论是悲伤还是喜悦，都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悄然影响着他们的一生。正如林月的灵魂需要被记住和解脱，每个人在生活中也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去释怀过去，去面对内心的恐惧与痛苦，才能走向真正的平静与和解。阿凯回到自己熟悉的摄影工作室，开始整理他拍摄的作品。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承载着一个故事，一个深深的情感。然而，当他翻看着其中一张拍摄自三峡老街的照片时，他的眼睛停在了照片的角落。照片中竟然隐约的可以看到一位穿白衣的女子，身影模糊不清，正站在远处的树下。阿凯的心跳猛地一顿，那一刻他再次感到一阵寒意。然而他并未惊慌，反而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，因为他明白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灵异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属于每个人的深刻情感与遗憾。它永远不会结束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存在。他轻轻地将照片放下，心中轻声说了一句，故事没有结束。阿凯站在摄影工作室的窗前，眼神有些迷离，仿佛被窗外的景象所吸引。夕阳的余晖洒在地面上，柔和的光线使得这一刻的空气显得格外宁静。然而内心的波澜却并没有随着这份宁静平息。过去的几天，三峡老街的故事仍然深深影响着他。虽然他已经为林月的灵魂找到了解脱，但他自己却无法从这个深沉的记忆中走出来。他无法否认，那份未完的情感，那段无法被解开的历史，仍旧在他的心底蠕动。林月的幽灵或许已经离开了三峡老街，但他留给阿凯的印记却一直挥之不去。这些无法忘却的故事已经不再只是属于过去，他们已经渗透进了他的生命，成为了他的一部分。就在他轻轻叹息时，他突然感到一阵奇异的寒气从背后袭来。阿凯猛地转过身，发现工作室的门口似乎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那位穿着白衣的女子站在门口的阴影里，缓缓朝他走来。她的身影依旧模糊，仿佛飘动在空气中，无法触及。尽管她的面容依然被阴影遮掩，但阿凯却感到她不再是那个带着怨气和痛苦的幽魂，而是带着某种平静与解脱的存在。你怎么还在？
阿凯喃喃自语，内心的恐惧和疑惑再次涌上心头。女子停下了脚步，静静地看着他，目光温柔而安详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有轻轻一笑，仿佛在安慰阿凯。阿凯的心脏再次剧烈跳动，这个场景和他第一次遇到林月时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感到恐惧，而是一种莫名的平静和释然。林月的灵魂是否真的得到了安宁？他的微笑和眼神似乎在告诉他，所有的痛苦都已经结束。突然，阿凯的内心涌现出一股奇异的力量，他开始意识到，自己并不是仅仅通过相机来记录历史和故事，而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去见证这些故事，去承接这些灵魂的重托。他所做的一切，不仅仅是为了揭开一个谜团，更是为了给那些失去的灵魂带来安宁与解脱。女子的身影渐渐消散，带着一丝温暖的气息，仿佛融入了空气中。阿凯感到一阵轻松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站在那里，凝视着消失的地方。那一瞬间，他突然明白，林月的故事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结局，而他也终于走出了那段痛苦的阴影。他微笑着转身，走向窗外，看到那片熟悉的街道依旧平静，时间似乎再次恢复了他的节奏。虽然这段故事已告一段落，但阿凯知道，他的人生已经因为这一段经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他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，而是一个真正理解生命、情感与宽恕的人。随着阿凯整理好相机，准备离开工作室，他的目光再度停留在桌上的照片。那是他拍摄三峡老街时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。照片中，那个模糊的白衣女子已经完全消失，只剩下空荡的街道和斑驳的光影。阿凯轻轻地抚摸着照片，心中泛起一阵温暖的波动。他知道，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全结束，而是进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延续。林月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，而他的人生已因为这个经历变得更加深刻。或许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灵异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面对遗憾与解脱，如何通过理解与宽恕寻求内心平静的故事。阿凯放下相机，轻轻关上工作室的门，步入了外面的夜色。在街道的尽头，灯光依旧闪烁，远处传来偶尔的脚步声，空气中带着轻微的寒意。但这一次，阿凯不再感到害怕。他知道，过去的那些冤屈和痛苦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，正如那些无法忘记的故事一样，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。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开始与结束，而每个结束又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。阿凯轻声说道，微笑着走向未知的未来。